我感觉他鲁班纳什得搬了，因为狼队差点把镜给用了。如果鲁班纳什放出来，其实打鲁班纳什的英雄不多。前 AG 3分，大帅3个 MVP， 在红狼大战的比赛当中，以游走位拿下3个 MVP， 还是这个含金量，这是什么含金量 ？AG 先搬掉了凯，那下一把可能是裴擒虎。大司命是包不能给。问题来了，鲁班纳什搬不搬？我感觉得搬，因为镜没了，对，用过了，还得想有什么能打大师的。裴擒虎没问题。哦 ，SK 笑了一下，这把有什么奇招？这东皇善良都已经使用过了，还有什么？今天 SK 有点汗流浃背，不容易的。鲁班纳什没问题，高手不打第7把。这个应该是从第5把改到第7把，这个没事儿，这个一般观众都是4比0杠1杠2杠3杠，慢慢改。对，可以的。真机，公共英雄池是的。先抢了没问题哦。我感觉这把要出一些神奇的野核英雄。那弹也真美啊，神奇的野核，平时不太见得到的。飞这种现在不好用。哦，直接拿苏烈，选择用开团来正面也是苏烈王，对正面对抗。苍，就现在赛场上大部分的出场的苏烈，我都感觉差点意思，画面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今天这2个是少数，都是苏烈的代表。对 ，AG 最好把打野给出了，不然后面哎呀，关键于出什么呢？戈亚，他们剩什么圆塔？牛气冲天，没出，纯爷们儿，还有后招，这么暴力吗？那就看狼队这边要不要选一个牛魔在这个时候出来打苏烈吗？那就看狼队这边要不要选一个再搬3个。不知火舞，这把或许有点顶得出的意思。这把打野要搬完了，一会儿看出来什么英雄。其实双方都没选，那就还好。那我觉得 AG 要搬个宫本吧，宫本得搬，宫本得搬吧。哇，宫本真在狼队来说太好用了。然后狼队圆坛得搬吧，先搬了一手阿古朵，就搬掉自己使用过的打野。是的。橘右京，其实在之前小胖说过，他其实不太喜欢玩橘右京，但是剩啥也没得挑。对，圆塔没问题。再看一下宫本，宫本得搬，要不要考虑？就免控开团。哦，先搬了一手狂铁，太狂了，到时候狂铁选出来，直接狂铁加苏烈有点太强了呀。有点太狂了是吧？对啊，太强了，真机中路本来就比较弱。是的，马超搬掉。这个有点，哎，蒙恬，宫本放出来了，要不要？小胖的宫本也是极有画面，要不要拿？拿可露露，马路这把还挺好用的，爆发极高，这个哦飞，大概没有绝对的规则。但这把选飞的话，其实对于后排的切入没有那么一个牛，还有真机的1技能。这是问小胖想要什么，这个又真是问选手想要什么。要不要锁？飞的话，因为他的之前的技能改动之后，现在也没有那么的热门了。主要是把这个对抗路留在了 counter 位，主要在第6把其实英雄剩的也不多了。是的，看这把归西的选择是什么？光明与暗影交织影是10万金油啊！本赛季渲染是使用了2场影。正面打哦，1场赢了，8戒背面呢？哎，8戒牛魔，锁了，还是对前排。这把其实火舞很难发挥。这是狼队观众要颠，看一下留在主场的兄弟，理性。我听到感觉是要锁30米开外的评论区后台发出一阵惊呼，像是现场也一样。屏幕前的你们弹幕应该元哥，兄弟，我自己也不太明白。季后赛，季后赛吗？兄弟，季后赛，这应该是问选手想要什么。锁了，哇，飞甲哥，一诺也笑了，这好用吗？
这把感觉不太好用。超我我出我理解。我不太了解这个，你也不太了解是的，但这个英雄上场，其实在赛场上的画面极少。其实从常规角度来说，亚联可能是一个最优选，但已经到这种局面了，可能教练就问选手你想用你想用什么？是的，其实真的到这个时候，确实是巅峰对决之前，如果你有一次机会去冲进巅峰对决，你一定希望用的是自己最自信的英雄，对而不是教练跟你说你要用这个英雄。就哪怕给你选了，你也是有点那种抗拒的感觉，是的玩的也不会很舒服。这把狼队是一个纯突脸阵容、啊，狼队拼了呀！狼队拼了呀！这把这把就是不成功变成人，对，我拼了。从阵容角度来说，其实狼队这把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是的，像火舞、飞以及元歌比较难切，而且 AG 这边的弹度是比较足的，隐有大招，有双线牌的一个保护，甄姬还有一技能，而且这把他应该会做一个辉跃。这场比赛说真的打出了一种弹尽粮绝的味道，这第5把已经两边都是龙虎双边榨干了，真的榨干了。今年的比赛阵容超级多变，真的是的，超级多变，我感觉我没看过这么能多变的这种。这也是遇上了2个敢 BP 的教练。这上局那个 BP 很多，我觉得队伍也做不出来，不太敢去尝试，也不太敢去尝试。我的天，这才是胜者组的刚开始，这后面季后赛得打成什么样啊，兄弟们！这就是这个版本的 BO7啊！来吧，既然已经这样，我感觉我更想看这2个队伍的巅峰对决阵容了。超级电竞周的第2天，第1天巅峰对决，第2天红狼目前第6把，双龙虎双边对决，加榨干英雄池，真的有点让大家目不暇接。到底有没有巅峰对决呢？蓝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红色方，重庆狼队。双方的第6局对抗，目前的蓝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已经率先来到了自己的赛点，让我们进入双方的第6局对抗。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看一下分线，出击！正常的分线。这场比赛不管最后胜败情况如何，绝对值回票价，绝对配得上红狼大战的名头。两边的游走互相对视了一波。是的，硬辅的对抗。双方打野的流向也是错开的。哦，甄姬这边直接去帮提速了。是的，因为一级也抢不了线。哦，这确实，其实飞这个英雄在赛场上，那自信程度比较高的两个选手，我印象里是小胖跟暖阳。对，暖阳这赛季的飞画面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波火舞给了个假设也往下走的，3战3胜，分你863投。影是想不到火舞会摸过来的。是的，蹲槽要被打一套，看到，踢一下，动手，反打，动自己加回弹，给出一个闪现，很细节。这波已经很细节，一键双雕。是的，打对方也动自己，很细节，非常细节。顶一下，滚起来！哇，幸好小胖的这2技能位了移了一下，如果被甄姬技能动到，感觉死了。在阵容中真是像在冰面上一样，如履薄冰。特别是这个上野组合，你已经很难在比赛上看到比这更脆的上野组合。是的，这血条应该没几个比他们脆的了。这把小胖也做的也是一个肉刀，看来血条加在一起可能是猪八戒的血。但是元哥其实这版本一般都是出那种半肉出装，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到后面，但他在赛场上的表现真的是达不到预期。这把元哥我觉得要看见他要拿谁的英雄碎片，然后去变成那个英雄，是这把元哥的关键。变个甄姬比较好，效果可能会更大。大帅的回城也是比较独特。是的，在左上角，刚刚也是看到很明显，他点那个大乔的这个传送也是在左边，这就是为什么赛前选手要去进行一些调试，确保自己的一个舒适度。哦，被龟息抢到。子欢的火舞也是本赛季他胜率最高的英雄啊，11战9胜，打得很凶。大帅，我都以为他要2闪，应该是我以为他要2闪了，他应该是想假装2技能去骗闪现，可能觉得伤害不太够。
就这个人的每一波操作，感觉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对，毕竟在塔下嘛有一个免伤。大帅这个牛不知道会有什么惊天的操作。曾经有很多有所谓的选手拿牛发挥出一些特别神奇的操作，比如鹏鹏当年的队友。改革当年我记得有过那种 V 字顶，就在上路一塔前那一波顶个 V 出来假装。顶这边，然后对顶另一边。哦，控的非常满。加动，一套满控，小胖没动过。这个真机啊，在第6局蓝色方的1抢，有点猛。一波小野引发的。主要狼队这把选择的是正面对抗的阵容，你就苏烈续必须得大招了，开起来。没闪的，怎么说？不好拍，没闪现，不好拍不到。是的，闪直接现动手啊！火舞来了，侧面跟进来一下，踢一下。完成收割，再做一手，但猪八戒有点顶啊！本来这波凤霄是想闪现大招然后跟一技能那发抢普的，但是一诺这边反应也很快，闪现是脱离了这波是仓的那接受到火发范围。舞来了，应该是。嗯，这样的话还是得看4分钟暴君。但狼队中下辅都是没有闪的，小心一点。感觉有哥想卡一个兵，看情况可能就放了吧。他这个阵容容错率真有点低，有2波逆风没打好。但是这波是放龙抓上了，然后引有大招，绕过来，蓄力，拍，动手，而只能炫闪现，一套来个大招，伤害够不够？能走。感人波塔，第2暴君也被猪八戒收下。那这波虽然想得很清楚换的还行，如果这波在塔下直接开大的话，也是个时间问题。直接撤。一塔也被狼队破掉。主要这个真机其实在这把打团里面，它作用太大了，对，没有一个什么能够反制的点。又来边打边撤，大招啊！一旦是被牛子击飞了，他这个是个预判的大招，是的，预判了元哥可能要往前，在脚下甩了个大。要回放，是前面在红区想蹲一波，但是被大帅反开了。本来是要先手的，但是被化被动为主动了。对，就先大闪，再2技能顶回来。这里跟了一下子焕，极限距离一个超远距离的进场，被动加大闪。是的，这把也是直接做了一个梦魇啊，为了降低猪八戒的一个回复。大帅还是卡在河道。主要是狼队这把得想好，每次在5-5打团的时候怎么打，怎么去处理这个真机，或者说第一时间尽可能去骗这个大招，不然一旦到正面对峙的话，这个真机你根本处理不了。摸不到，苏烈走不了了，有点顶一手。主要这个八戒现在对于狼来讲也很难处理，肆无忌惮。就双前排，牛魔给个双抗，就这口猪肉是真吃不下去。哎呦，左边有兵，右边有沟壑，怎么办？就这波是一个明面上的预判，无路可逃、啊。往你后面放大招，归期这边只能往对面的野区大招反向逃跑。伤害感觉不够，闪现直接躲。但中一塔狼队要被拆掉了，吃不住了。这也是火舞阵容的一个弊端啊。哎，他反打，1打2反打，1丝血，两路开花，野区动手削一下。伤害很极限，非常极限。说小胖其实在这6分钟之内一直在发育，他得吃2口了，再不吃2口这把要出事儿了。这前面局面已经慢慢被压住了，前面整体展现出来的是什么？牛肉咬不动，猪肉还吃不到。动手，差一下，极限。因为前面渲染在下路是交了，本来看着有点不对的局面，被2波个人操作慢慢抓了回来，但反手冰冻给的又非常漂亮，再加动自己又控到了，还不行，再补一脚，子焕挺得漂亮，但伤害在哪里呢？原地黑沙包的盖一手。第一时间是归期利用这个英雄碎片变成了牛魔，大招拍了一波，然后后续小胖想跟的时候被起火了，但后续也是被狼队打掉一个，完成了一波1换1。但你能看到真机的这个反手还是太吓人了。对，主要是打团这个真机 AOE 的控制太大了，狼队这边又是一个冲脸的阵容，你很难说去照顾真机去找格亚。子焕也很主动啊，对吧？火舞倒是一直在拼命找机会，因为你去拼团战，现在这种反手作用啊，你肯定拼不过真机。
只能把自己前期的节奏尽量打出来。直接开苏烈，一闪调位置，苏烈蓄力，但不好进场。小胖继续带，都在找机会。小胖这把是肉刀飞啊！医生这波反应也很快，先交出闪，不然在那里被留就要死了。回看一下，飞过来粘住一顿 A， 大帅第一时间还是有点想操作的，是的想等长生过来，然后接点控制。无时无刻不在想要怎么操作。是的，这波是被蹲了一个拉暖场满了，一个技能都没控。是的，这波就是变成了牛魔想开，开太强行了，还是那个这一技有一技能啊。对，就是开的。如果那一下能顶到也还行。就如果那中单不是个真机都死了，对，但他能动自己，这把真机的攻防其实会展现的特别全面，还是得小心一点。还是那个问题，就是狼队不能开那种硬要开的。打出影的大招闪现，就这种画面会在这把出现很多次，没错就只能打个闪或者打个大招，可能就得走了，因为真机只要在后面给柴火就很难杀。米诺把下塔带掉， Blue team has destroyed 关键经济是咬得很紧小哦。胖的经济没有能够拉开，对于一个野核来讲，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就看10分钟那波龟系能不能英雄碎片拿到长胜的变一个真机出来。如果说两边都有真机的情况下，这个团战还真不好说。很难说啊。对，因为你变牛魔其实给个大招控制是没有像真机那么止渴的。小胖再落地，再直线，拉回来， 拉回来了800多，但是正面已经顶不住了，队友出了问题。这波子焕想玩波帅的，但是被中义给爬回来了。是的，已经探完草回来了，但是还是被拉回来了。再动自己，这就是容错。终于说不许帅啊！维奇破军，他装备倒是很好。两边打得很谨慎，但10分钟龙马上刷新 ，AG 这边可以卡火舞的一个复活时间，要不要先动？小胖的位置啊在中左草，应该要打引一套，想收个过路费。应该打一套，看能不能骗个大招出进来。来，追着打一套，因为自己人少，要先打状态。蓄力，这样的话，龙坑的视野是被狼队给挤住了。这波要先过中线了，主要狼队这边有飞啊直接不过中逼团了顶一。下， ，AG 得打，回头输出打大帅，大帅的反拍拍的非常不错，风向直接交闪往后拉一步，在正面上来顶，回气倒了直接被带走，再一个穿顶，但一个是被风向这边强行切掉，子焕在调整位置，里面反甲一开还能走，手旁还有血手动一下，但是猪八戒有被动非常漂亮，但是风向是个满状态的仓啊，真能继续往下追着打，再点一个，再逼一个闪现出来，最终是被狼队打了一波2换4，狼队打赢了。其实第一时间大帅的大闪已经开到了3个人，但是也逼出了很多的一个团战激活。赢得非常极限，风妖这波团战伤害拉得很满，17748。主要是对位那边一诺是被切了，对，真有机会啊！这阵容不容易。来看一下顶大闪反打，开3个，是的，这时候想跟被苏烈蹲了，这波渲染进场位置很好，但是狼队直接反向冲锋。子焕的火舞，其实在这波后照的也很关键。对，最后一个满状态的仓，你没技能已经解决不了了。苏烈还有闪的，没急着打，暗影暴君被狼队收下，但这场比赛还早啊。主要是 AG 这边会吸取上一波的教训，就是得把真机的这个 combo 和牛魔给接好。再配合上戈亚大招的话，其实正面狼队也挺难打的。是的，但这两个大招感觉也不是那么好接。牛魔比较远，就不能说可能就是每波让牛魔去大闪强行开，真机是有时候会跟不上。关注极苏烈了限拍，很难搞，原地必须交被打出出闪现，闪，猪圈逼闪会非常痛苦，原地拍，反甲一开顶了一波，反甲大招拉开距离，但是另一边狼队回去直接开龙了猛虽然说有羁绊，但毕竟是有飞。风萧今天的表现还是右脚的优胜，35.2的伤害占比。但医这龙生这里要放了，好难开啊！我感觉医生现在因为有一个真机长生的真机加一个这个中医的猪八戒，医生只能去蹲着，太容易被打正面的断了。话很容易被打。
而且他很容易被逼闪，这个朱剑一框你就得框拉回来接真机的大上波招。团打赢主要是因为他蹲到了。对。经济其实也就差在1000以内，而且这把一诺是先出的电刀，导致破晓来的会比较慢。 Red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塔终于磨掉了，这个中一塔坚持了13分钟。这把其实狼队是不太好上高地的。是的，特别有个真机在。 塔下其实 AG 的反打机会能够抓住。一诺破晓，大龙还没放，还得等下波线。来了，二塔拔掉， Red team has destroyed a 这波 turret. 是把暗影星风放在了上路。看一下下波龙兵的压制。这高地要上的很谨慎啊。其实狼队这把是不太好主动开的，要么就蹲，要么就等 AG 先手。 这刀可是很贵的。解决，上二也能拔，看这波中二能不能拆掉。把 Red 二塔先 team 都给摸 has 掉， destroyed a turret. 调位置，把龙拉到侧面处理一下。这波上路高地其实比较难压，是的哪怕有一个大的暗影先锋。啊，只要往前多走2步，可能会被开。哦，看到你中路多了4个，直接顶着把大龙兵清掉，没问题。狼队这把决定要慢慢打，对是的，这样的话，下一条暗影暴君还得打一波。冲动不了。这阵容摆在这儿，真机手架还是太强了。而且毕竟前排质量够硬。撤，这把医生很克制自己啊。但是真机第一时间龙团是没大招的。是的，这哎呦，原路返回吗？又要得交闪了。这么再被顶一下，再接动，被慢慢打打回来动，拐了个踩不了弯回来，了没办法点灯啊！第一时间不想交闪，直接被留住了。这波怎么？等一下，正面再往前上，拉一波出来。这波的选择很怪，他本来是往下面走，他又回了个头，从感觉上面走。没事了，然后又回去，但是又被抓了个时间。看一下这个暗影暴君，猪八戒进看一下来，惩戒拼整，终于直接把龙拿了下来。飞这波没大招，大招 CD 刚转好，但是一个左右彷徨徘徊，吃了冰冻，被猪八戒留住，卡住位置，闪也交不出去，灯也点不了，就觉得真机大招技能交完了，他有看了一下，个侥幸心理。当时第一时间没人，结果刚头又被追了。这好尴尬，对他来讲。刚刚又是中意抢了一条暗影暴君，因为在这种关键时候打到第6局的时候，又饿了。也是拼谁失误少，或者拼谁抓机会能力强。可能自己也不想在被追的时候交这个闪，觉得如果交闪下一波就开不起来。因为他已经很多次是被迫对，交闪，一诺这边复活甲直接穿在身上，很稳。除非很缺输出，不然复活甲是可以穿一个。终于反甲， AG 这边还有暴君，狼队在 B 站。这波应该能拖过去，还得看下条暗影主宰。双方射手都神装了，小胖去绕后了，找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位置。但是正面视野全被击走了。是的，正面刚不过，主要看归期这波团变谁。被找到了，被渲染赶走，想勾引一下也没勾过来，也消耗一下，直接压中 AG。弹射起步给压力，归期不太敢吃一诺的伤害，牛魔在旁边 Destroyed a 随时准备打反手，伺机而动。还要过波中线，这波应该可以反蓝。狼队压力很大，出不来。主要这把其实两边的先手都很关键，所以万一虽然没局面开好，其实虽然还是那句话，虽然局面劣势，但真的可能就是一波团。就其实跟山马龙虎双边差不多。，对，一波团决定整场的一个走向。觉得大家现在打的都谨慎，所以不轻易开那种大团。一下，两下，往前慢慢起视野，调位置，龙血压到2万，要打架了。开了一手大3个，但闪地线没人能接，一个反顶，
风萧在侧面输出，追着点一个算一个，找一诺崩过去，把一诺副甲打了出来，再点牛魔，再调位置站起来之后，再找一诺跟了一下明刀打出来，还在找位置，还能输出，风萧还在追，利用曹操加速一下，找到大帅被崩了一下，但是已经把牛魔点要打赢了，这波狼队是打了一波0换3，还在追，找到中义，猪八戒也走不风萧了，跟过来，但猪八戒一个反做高老庄一架被粘住，而且都没有还在拉扯位置调节的非常精细，不给碰，而且呢刮两下很硬，但解决不了问题。这波狼队开的太好了，没线，主要是前面 AG 刚拿完那波暗影主宰，可以把时间拖过去，但是能赶上下一条暗影暴君的时间。那波刚刷暗影暴君的时候，中义刚活，能够直接动龙。 31700，而且这波风萧还是没交闪的，下一波还有闪，还能操作。被动到了，被闪了。没有下一波，这个闪被逼了，没有下一波，没有下一波，就难受了。对，这一波就得把闪交了。这样的话又攻防转换，现在换一诺有闪了，对，一诺直接把副甲换了个不祥，埋下了伏笔。远哥这边也是出了个电甲，这个龙应该是能 run 的，主要是你拿龙不但能上高地，上不去。还得打团，对，应该还得来个一两条龙王才能决定胜负。是的，这个龙只能说尽可能把兵线卡在 AG 的家里面。40%了。一诺这里也是被迫要做个防装，因为像小胖啊，包括风萧啊、归期啊，打的主要是被摸一下的话就惨了。对，这边是换了 CD 血，加快自己闪现的一个时间。一诺这边也是把电刀换成了逐日，等吧，这暴君主宰都没用，解决不了问题了。主要是 AG 来到20分钟之后，他不能跟狼队去拼龙，毕竟小胖这边是飞。哎，小刘，还有大招，大招换位，等等，渲染跟下来，但这波很危险哦。两个闪，龙团直接把2个闪玩没了。那这样其实对一诺的威胁会小很多。好，这波打的有点仓促，还是就归期的老问题，他喜欢一个人去尝试去开团，打一些这种操作。哇，这2个闪可是价值连城。知道你这个再露头，信息之后 ，AG 会直接开的。小胖拉走，特别是我觉得子焕的闪是很值钱的。主要火舞没闪，其实一诺这边输出环境就相对安全很多。对 ，AG 得抓住这仅有的1分多钟。怒魂风萧换抵抗鞋，看 AG 的布防怎么说。绑过劫，这个龙是不太能 run 的，都在脸上。AG 不想拉脱，还得打。那兵线也没什么优势。风萧由于前面换了 CD 鞋的原因，把闪现给转好了。但是龙拉到这里的话，其实双方都一样了。拉脱了，继续摩擦。一波团决胜负，要来解忧草了，慢慢给伤害。牛顶进来，找位置，大招拍了一下，没能够拍到目标。知道牛魔没大之后，再过来反击视野，苏烈的位置顶回来，拍了个牛啊，顶回来接冰冻，但是甄姬的反控给的非常足，里面小胖的输出打残了长生，这样的话得回去清线了。太硬了，想抓龙，就知道牛魔这边状态是不好的。是的，为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样的话得让小胖过来。T1拼了啊！火舞是没闪的，动手，子焕没顶住，被渲染抓住了。武将关键时刻出手，但是反推，一枪送回来，有个复活甲。关键侧面的话，风萧还在被弹，甄姬的伤害给他多，再拍了一手，两边都飞了起来，还在找输出位置，但是一诺在打小胖，小胖这边不是很顶得住，再盖个黑沙爆弹。很吃力，要被手持，站起来的一瞬间被4个人围殴。AG 打了一波0换3，感觉可以尝试去一波。下路兵线不够了，好像不想等龙王了。中路有线，兵线自己在来回游移，手里有佛甲强化换不掉，再继续调整位置。猪八戒高老庄没框住，再跳，不让风萧回去就行了。还没有放弃，调整位置，复活甲站起来能拖1秒是1秒，但是他已经尽力了，还是没完成了终结。这样的话 ，AG 可以动龙王。虽然说被拖了很久时间，但是 AG 可以直接把这条龙王给 run 掉。其实感觉刚刚那个位置龙打到一半血了，狼队可以直接 run 掉啊。他们飞是在后面的，犹豫了。然后就是火舞前面那波没闪，刚刚想带过来一个影，但影这边是有复活甲有闪的。22分出头，
成都超会拿到了风暴龙王，这个局面又不这对了。波的压力会比较大。对，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结束比赛的可能性会变得很大。 AG 要吹响反攻的号角了。还带着是龙王的 buff。闪现埋下的伏笔啊！对。而且这波风啸是没复活的。狼队会有英雄站出来吗？看能不能把这个龙王 buff 给拖过去。中高应该差一下。这个龙王 buff 在这波至少会推掉3高。在八戒跟牛魔身上显得特别的，相当于有个额外的收益。对，特别的扎实。而且本来处理起来就慢，这牛魔现在还能去电人了，还换着花样的上去电，去偷偷的电点伤害。哦，这波归西这边是变了真机，甩了个大招，但是在尝试手线，但是根本清不动这个线。慢慢拖，上高也能拆，下高也能拆破3高。 3高还有25秒时间，卡住位置，框住2无个，卷一框一拉一冰冻，归西动不了，小胖也被冻住，强压下来给点输出，但是很为难，风箱里面只能先处理龙，他管不了队友啊。龙兵在在点水晶，龙兵进来了，成都 AG 超晚会拿下比赛，艰难取胜，依旧完成了对。